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25位男星白发比拼，程艺林更新谭健次不够看。最近，娱乐圈又刮起了一股白发风。这股风气的最初源头是新生代小生敖瑞鹏。在新剧《白月泛星》中，他那头白色金发简直炫酷至极，网友们都在疯狂表态，这是要红遍全网了。在看到敖瑞鹏后，小编突然想起了那些年让人心动的白发男神们。老实说，拥有白发的造型并不是随便一个人都能驾驭的，稍不留心就会从充满仙气的形象转变为看起来像炸毛小狮子的印象。你还记得王鹤棣在《玉龙》里的造型吗？哈哈，真是让人大跌眼镜。但是，当白发造型遇到了对的人，就像神仙一般。想象一下《长相思》里的谭健次，一身白衣和那头白发，就像是9区红尘中的世外客一般。程艺把白发造型玩出了很多新花样，老戏骨们总是更有范儿。比如焦恩俊在《张三丰》里的那个造型，直接就让他在白发界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祖师爷。张智尧是书圈天才，他在电视剧《古剑奇谭》中饰演的紫印真人，美的让人过目不忘。高伟光在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中饰演的东华帝君，他诠释的退休战神形象可谓是入木三分。然而，白发造型并非人人都能驾驭，有些演员的白发造型就翻了车，比如任嘉伦在《天机之白蛇传说》中的造型，说实话，确实有点难看。杨洋在《且试天下》中的白发造型让人惊讶不已。甚至有很多人发出了这还是那个杨洋吗的感叹。那么，这25位男星的白发造型，你认为哪一个最出色呢？究竟是焦恩俊的谪仙风范，还是谭健次的9区红尘客？是高伟光的退休战神，还是程艺的百变造型？这个问题可能需要你自己的审美来回答。焦恩俊可以说是白发造型在娱乐圈火起来的关键。还记得那部《张三丰》吗？焦恩俊一头白发亮相真的是惊艳了整个娱乐圈。还记得那位黑发时期的焦恩俊吗？他已经很帅了，然而你可曾想到他换上白发的样子？颜值直接飙升不止一个档次。从那以后，这个祖师爷长得如此美艳，教弟子如何才能专心修行的话，就在社区内大火，广为流传。焦恩俊的这一操作，让古装剧的编导们乐开了花。这样一来，不就是现成的吸睛法宝吗？因此，无论是仙侠剧还是武侠片，男主角都得来个白发风。这下可好，造型师们可忙坏了。你以为把头发染成白色就完事儿了？那也太天真了，发色、发质的把控可不是儿戏，那是门技术活。各种不同的发色，包括金色、挑染、银白、灰白和纯白，接连出现，以防止观众产生视觉疲劳。若要在男演员表演中塑造出仙气飘飘的感觉，银发、白发是首选。这活要干好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，因为如果稍有不慎的话，就非常容易翻车，给人一种炸了毛的小狮子的感觉。就拿王鹤棣在《玉龙》的造型来说，简直就是一言难尽，不知道是不是得罪了造型师，整个妆造让他的所有短板都被放大了。然而，白发造型和对的人搭配起来的效果却能让人大呼过瘾。以张智尧为例，他这类被誉为书圈天才的人，年少时虽不出众，但到了中年，在各种仙侠剧中饰演师尊的角色，简直帅得让人窒息。高伟光在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中饰演的东华帝君，成功地塑造出了退休战神这一形象。
东华帝君的紫衣白发令人感到神秘和贵气，这也是为什么青丘小弟姬凤九会一眼看上他。于是，古装剧中白发造型愈发普遍，甚至成为了检验男演员颜值的新标准。能否驾驭白发造型已经成为衡量男演员颜值高低的重要标准。白发造型并不只焦恩俊一人奋斗，近年来有很多男演员也加入了这个行列，逐渐形成一个独特的白发男神谱系。首先，让我来谈谈张智尧这个书圈天才。他年轻时并未引人瞩目，但中年后，在众多仙侠剧中饰演师尊的角色，帅出了新高度。我们还记不记得《古剑奇谭》里的紫印真人？他的造型真的太帅了，一身正气再加上白发，真是太适合这类角色了。张智尧此举给步入中年的男演员开启了一条全新的道路。高伟光在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中饰演的东华帝君，无疑是他的颜值巅峰。东华帝君的紫衣白发形象贵气却又神秘，成功的诠释了退休战神这个角色。我总算知道为什么那个青丘小弟姬凤九会对他一见钟情了。高伟光这一波操作，直接把白发造型的逼格拉到了满级。这些老戏骨们以别样的白发造型，给新生代树立了榜样。像程毅这样的古希腊掌管发色的神，简直就是将白发玩出了各种花样。据我粗略统计，程毅可能是所有男演员中白发造型最多的一人。沉香如屑中的应渊帝君、玄夜修罗王都是白发造型，展现出霸气十足的风采。还有狐妖小红娘王权篇中的金色头发的道士哥哥王权富贵，以及富山海路透中的萧秋水的白发造型，每一个都让人印象深刻。程毅将白发造型的演绎发挥到了新的高度。然而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驾驭白发，部分演员的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，如任嘉伦。任嘉伦在《天机之白蛇传说》中的白发造型实在不敢恭维，尽管他被誉为内娱古装男神，但这个造型真的让人大跌眼镜。杨洋在《且试天下》中的白发造型令人感叹，这还是那个杨洋吗？白发和黄皮配起来，视觉上会显得有点油腻，完全掩盖了杨洋的帅气。这波操作真的是……这些例子表明，白发造型并不是谁都能驾驭的，它不仅考验演员的颜值，更是对造型师的一大挑战。白发造型能否成功，关键在于能否把控好发色、发质，以及能否扬长避短。总的来说，近几年来白发男神的谱系丰富了许多，涵盖了老戏骨与新生代等各种角色，各有各的风采。驾驭白发造型需要实力这一关，无论何人都无法逃脱。新生代中的白发造型，除了谭健次和龚俊，暂时无法想起还有其他。他们都是相当有范的一种造型，颇受大众的认可和喜爱。首先来聊一聊谭健次。在《长相思》这部剧中，他成功塑造出一个宛如画中谪仙一般的香柳角色。他一身白衣，头发全部白了，仿佛是天上的神仙，没有一点尘土气。衣服和头发的质感都相当不错，使得整个人看起来非常高贵，还给他塑造了一种清冷疏离的神秘感。香柳的妆造实在是太美丽了，让人们都喜欢上了她。这个妆造几乎是把谭健次的美丽放大了好几倍，打造出了她独特的气质和形象。再来聊聊龚俊，他是既能驾驭黑发造型，也能驾驭白发造型的代表人物。若要说出龚俊颜值的巅峰，那必然是他在《山河令》中塑造的温客行。那高山雪莲般的气质，总让人一眼就能忘怀。但是，在狐妖小红娘月红篇里饰演的东方月初，也绝对是不可忽视的。龚俊把白发造型玩得出神入化，那破极致的碎感白发，看得人心都碎了。林更新在《与凤航》中饰演的行止神君令人惊艳，尽管发型简约，
但是凭借她9亿少女的梦的魅力，再次吸引了广大观众的目光。在此要特别感谢与凤航的剧组，再次展现了林更新的颜值魅力。林更新的颜值让复杂的发型看起来也简单了很多。演员邓为常饰演贵公子的角色，不论是长相思还是长月烬明，他都能将贵公子的气质演绎得栩栩如生。在他的新剧《仙台有术》中，邓为再一次挑战白发造型，他的贵气依旧如故。曾舜晞也加入了白发大军。他在我们还在关注他在莲花楼中饰演的方小宝形象时，就已经变身成了临江仙中的神尊。这波操作让人直接忘记了方小宝的样子，看来曾舜晞也开始走向修仙的赛道了。但是在新生代中，也有翻车的例子。玉龙中的王鹤棣白发造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整体妆造把他的所有短板全部放大了，可能是得罪了造型师。这些例子说明了，对于新生代演员而言，白发造型既是一个挑战，也是一个机遇。驾驭白发造型需要演员的颜值，同时也是对造型师技术的考验。能否把控好发色和发质，以及能否发挥出自己的优势，避开短板，是决定白发造型成败的关键因素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在这些新生代白发男神中，你觉得哪个更胜一筹？是谭健次的仙气飘飘，还是龚俊的高山雪莲？是林更新的简约帅气，还是邓为的贵公子气质？这个问题可能的根据个人的审美来判断了。这些年来，白发造型的审美经历了很大的变化。还记得最早的时候吗？大家追求的都是那种飘渺仙气，希望每个白发男神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谪仙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现在观众的口味越来越刁钻了，仅仅靠仙气是无法满足的，白发造型正逐渐走向多元化。他在70吉祥中的异域装扮，美得妖娆。银发造型搭配精致的妆容，给人一种异域风情的感觉，颠覆了传统的白发审美。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刘学义，他是一位专注于塑造3届最帅天君角色的优秀演员。在2024年之前，他一直在各种剧中担任天界最帅角色的主演。那白发破碎感的样子，简直就像是天界芭比本比。这波操作可以说是把白发造型玩出了新高度。但是观众的眼光变得越来越挑剔了。以前只要是白发的角色，人们就觉得仙风道骨，而现在这种角色已经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了。发质不好，造型一般，分分钟会被吐槽。就拿朱一龙在《镇魂》里的造型来说吧，那鸡窝一样的发质，要不是朱一龙颜值在线，真的很难被人接受。总的来说，白发造型审美在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。从仙气飘飘的古风，到邪魅狂狷的朋克，再到异域风情的嘻哈，每种风格都独具特色。这样的变化不仅赋予演员更大的表演空间，同时也为观众带来了更丰富的视觉体验。看完这25位男星的白发造型，你最中意谁？有人喜欢焦恩俊谪仙风姿，有人则推崇谭健次九曲红尘客姿。无论你钟情哪种风格，都不能否认，白发造型对演员的颜值和气质，以及造型师的技术，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。能驾驭白发造型的男明星，无论颜值还是气质都相当出彩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发色的质感也同样重要。如果质感不好，演员的整体颜值会被分分钟拉低。未来的白发造型将如何发展？会不会有更多像敖瑞鹏这样的新秀带来惊喜？这些问题的答案，或许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了。当然，剧组需要一位更优秀的造型师，既要善于发现演员的优势，又要能够弥补其不足，这样才能真正的满足观众的视觉需求。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，白发造型这股风潮将持续吹起。它不仅考验演员的颜值，
同时也对造型师提出了极高的技术挑战。